组继续。都别慌！一员们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哎，好好看啊！我看你，好看好看，你很适合古装。就很遗憾没有拿到那个角色。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大了，不适合跟女演员搭？但浩维看起来是年轻的啊。你这么老啊？那我怎么办？女人就要美啊。谢谢你啊。我来化妆了。你是哪个角色来着？老太太。比我还老的人。嗯。哎，谁打了女二啊？哇，刘大月啊！你要 A 还是 B 啊？我 A 吧。哇塞，这个景有点意思。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呢？家中已烧好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你又来，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别搞了，妈妈会骂。来说一下词儿。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哎呀妈呀，这一听就不想促膝长谈。我老婆在家烧了饭，不太方便。不，你这个状态也不太对啊。我老婆就第一个很抗拒，你进来你就没抗拒。夫人在家做了饭，就是你是人和呼吸全给了他，突然一下想起老婆行的那个。行。今晚，公子今晚，气息丢出去的，太晚了。今晚，你不会说你今晚没有了吗？要勾人嘛，你没勾人。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要欲走，给他一个东西嘛。不方便。如此良辰美景，如此良辰美景，猫儿都动情了。哦，那个良辰美景，你就是那只猫啊。猫，哎呀，猫儿都动情了。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了。嗯，对耶。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了。你看，猫都叫了，你看这眼神你得放给他，你也得，你太安静了，你现在都是接受，你要给予他呀。你现在太书生了，你没有被勾住。其实你来，你就是因为你早就魂都被他勾来了，你人才来的，所以你一点抗拒的能力都快没有了。这场戏就是你们俩都要有呼吸的，特别是你。你的心火烧灭火，心火又烧又灭火。眼神里面东西有吗？有。你给我。你有个问题，眼神懵。那你这场戏肯定不能这样演。你眼睛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东西，内心使然，你把内心调动起来，什么都有了。明白。哎，你们好了。演员可以来。对，都过来。老师您坐。啊，这么多朋友们都来学习，多好啊！来，就直接拍一条，然后让老师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调整。哎呀，这有反应。你看这种撩都缺感觉，情操搭上去的手要有一点感觉。好 ，OK。来，开机。你感觉被迫来结这个婚。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
假装夫人做了饭，不太方便。不方便。用哪堂会有点过分啊，反正就是他没有同步能完成很多东西。如此良辰美景，猫儿的动静，你想不想知道猫儿在说什么？王二叔，王二叔，好奇干什么？我不行的。对啊，演的太正了，不像啊。两个都对，都得琢磨。这个演员来接时间，母后他不得那个呢，就感觉其实假装勾引他，一会儿可能就是一个杀手，感觉背后有点什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他那个演来，这个是戏的第一个镜头嘛，所以这观众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女人很厉害。你要这样逼他，怎么样？鼻子碰鼻子，你要退，那个戏就很好看。到了45度，加浓，戏要浓啊，不浓啊。这个喵不方便看。猫在叫春，你也要勾引它，你这个没有利用猫叫声音，你没用到。老师真是一针见血，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来促膝长谈？他手太老实了，搭着就不动。刚才是游离在他身上，心里没东西。看一下啊，我给你先找一下感觉啊。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来促膝长谈？假装夫人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也要来。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也叫了。你不想知道猫儿在叫什么？老二姐说，老二姐说，我好奇干什么？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就是聊着每一下都在试探他的反应，越忐忑越勾，就拿那个小鼻子在那勾，哎呦，就是那种勾。涛姐通过她的一呼一吸，然后她的眼神、她的动作去带动我，让我越来越去释放自己，赚到了，真的跟涛姐学了很多，我觉得她太厉害了。是这么个意思吗？有这地步吗？有这地步？孩子们再好好学习。来，马上来。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促膝长谈？情操这个很好，这个眼神很好。假如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不方便你看看。这女孩现在调的挺好的啊。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了。你想不想知道？眼睛不能离开他，眼睛闭下来干嘛都不知道。我是老二姐说，老二姐说没有变化。我好奇干什么？那你觉得他要不要点那种喜感呢？找不到我哥。对，现在没看到。对呀。但是我是觉得他是可以做出来的，只不过他现在好像有点拘谨。郝伟，就这个是那个喜剧啊，必须要那个节奏啊，有点这种。来看一下，看，我觉得浩维最开始那个反应不太好啊，我们再来一下。这个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要充实？你坐下来你是自愿的，你好像现在是真吓一跳一样。这个男孩的那个节奏也还是不太对啊，你没事吧？郝伟，我觉得他也想了一点东西来，但是他一演的时候呢，可能文熙他就演回他以前演戏的那个方法，不知道他的喜感在哪里。一过来吧，一过来。你知道吗？你一下来不敢看他，你感觉他的人已经在这里的时候，哦，你知道吗？
是不愿意留下仔细长谈。你不要躲他，你也得有被吸引，你不能从头到尾都在躲。假装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要把你的把持不住演出来，现在镜头里没有你的把持不住，只有你的推推搡搡。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我都没听到你呼吸，我没听到你这个。猫儿说，猫儿就说，好奇干什么？还是得要有喜感，演得太正常了。不好玩，哎，别看了，哎呀，这拍到啥时候去？要不换人，要不别看了，我要走了，着急死我了，出汗了。家伙，明也相对方，专门起跑，路边跑不了菜，菜不菜，来。我觉得已经在准备了，没有，已经在准备。你现在就准备啊！现在就准备啊！你就把这两词儿背一下。快来，最后一遍看啊！老师们说了，不行换人。好，他们在背词儿了。我就想让我看到你是真的有的。其实你已经憋到快不行了，早就也想扑他了，但是就忍，你知道吗？让他演一个来看看。来，我们最后一遍了啊！我太久没有演戏了，所以我的眼神传递情感的能力和通过面部表情去表达生疏了。我就想让自己恢复到出场设置，然后完全放松的去表现。如果这个还不行，你就上去给他打个样。Why not? Why not? 快！公子今晚是不愿意留下仔细长谈。假装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没东西。方便。他太像一个就是谦君子啊那种。这个呢，就是他太正了。来去玩嘛，哎呀，我就玩一下。哎，100分，100分。但是老师，我是0分，我是组长0分。要是有机会，我也愿意试一下。快，好，让轮硕来试一遍。阿伟，你进来看怎么，看大家有什么变化。你进来。你去加热器。来坐。周才冷静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演法。好。你看他有一点了，局促啊，不知道做不做呀？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来促膝长谈？假装做好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方便点。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你想不想知道？猫儿在说什么？这挺好。猫说，好心害死猫。后面这个蛮喜剧的，后面这个挺好的。你挺好的呀，你看后面都笑了。真的？那行。因为你演的太正常，明白？太有戏。明白。张仁硕，他出来的挺搞怪的，我觉得他表现是有一点不顺着不排路的打的啊，他可能会演一些与别不同、大家猜不到的演法。好玩吗？好玩。他演的比较好，是吗？大家说你演的比较好，你把那个白眉毛画成黑眉毛，你上吧。不是你怎么样？是你比较卡通，符合这个定位清晰。谢谢老师。那就换呗，来，好了，决定了。我去换眉毛吗？换眉毛，赶紧去。哇，太戏剧性了，真的。老师，给我换个眉毛，这就是生活，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大家会看得到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第一优选，但是我可以做最好的替补啊，对不对？把衣服给他，让张伦硕对，好。哎呀，浩伟，
不好意思，浩伟。哦，我把衣服给你。我试一下吧，从那边换。这来，在这儿换。好。哎，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我去拿个衣服。没关系的，哥。如果你要演爸爸，你画一个什么妆好笑的、卡通一点的，你想想。总是调整吧，就调的确实有点找不到感觉了。我是觉得挺可惜的。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这是全国最难的综艺了，太考验人了。一切全都是真实存在，真实反应，真听真看真反应，就在无限超越班。我只要套一个白袍就好，就这一身套个白袍呀。我觉得吴老师不会太在意，人家在意的是戏。我开始抓到他的 vibe。Hello， 姐。Hello， 哎，你有什么？我演礼仪小姐还不知道。各位在座的病友，我们消灭了慢粒白血病。洪戴宁呐，你进去那个你要，讲得太开心了。你要就很焦急，就很假的哦，真的对，就这样，明白。跟你有人发样，你就大家哇，出身汗呢，哇，出了身汗了，哎呦，对，我们走，先试一下，因为这很难搞。张院士，怎么了？啊，真的吗？哎，这边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巧。刚刚朱少天根本在现场不需要调他，拿那么稳那个人物的有一些状态。本来3000块的药，现在只要2000，只要2000啊！哎，对，就这样，对，哇！你来，可以拿药，领药，不是你别唱过来哈。来，那个呢？薛炳侯就是哎，大家坐下来，坐下，大家坐下，回去坐下。来，各位，回去坐下，安静一下。我们一定，大家听我说，卡。你要让人带，你太绷了。铁柱，你要学会把力量放掉。我抓不住你，因为你的肌肉太厉害了。就是我跟你说，你现在你要换个角色。那我就再稳一点。不是，你想想看，唐僧。你不能拿，你要什么？唐僧。明白。你明白吗？明白。你慢一点，别急。铁柱放松，铁柱。好 ，OK。这个德国纳米格瑞林，跟这位张院士啊。都是骗子，都是假的。这个大娘也是个托。我教会里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张院士的药，现在全都住院了。哎，你冷静一下啊！不是，你不要动我。真的，你们快把药放下，回去，都回去。好，可以。这条干干净净，很好看。柱子这样就对了。这个是对的，我们就过来了。
后面的这场戏主要讲是陈勇一行人在卖药的现场得知张长林卖假药坑害病友，然后怒砸假药会场。妹妹，其实等会啊，就你看不爽，就你一个人开打。好，你冲过去就把窗子砰。其实我有个外号叫地雷，地雷你蛮像，就是我的性格是一点就炸的，但是我一哄就好。真实性格，对，我是必须有什么就要说出来的啊。那很像黄毛的这个性格。就是你人家已经走了，你最后你就，我当你的妹子，妹子，因为朱孝天老师有点怕我。我刚刚差点被他打死，他来真的。就是我这么多年了，我就真的第一次感觉到恐惧。他真的拿个木头冲我就下来了。我跟你犯冲，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角色，怎么还是你？我现在真的很怕我们的吴老师说来真的啊，砸下去。那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个有杀气的那个，有杀气，你知道。他给的点是对的，他声音出来了，声音出来了，我才会知道你要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他恐怖吗？他没有声音的，他进来就我这已经到拳头，就杀气都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想那种闷声发大。没有，不要闷，不要那个声，打脸上又吹。但是你又把就有声。好不好？我觉得孝天老师他像一个家长，我怕我自己如果真的打的话，有点没大没小。对，但是如果是角色的话，他应该被打。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确实是随地可以原地爆炸的地雷。来10路。你这是骗子啊！哎，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真的摔了！我哪儿？哎，我的天哪！你这，你自己鞋，他自己鞋掉了。这个都捕捉不到，就是你特意拍是拍不到的，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接他，我们接他在地上。因为你跌倒嘛，跌倒的人呢，楼上程度就是走开，就更气，更气就更气，好，更气，好，更气。你的伤是他给的。好。他那个点是什么？你在转身的过程中，你看到我那个气炸的，所以才会失去理智去打他们。丫头，起来，不行。再来，飞船没有到你。飞船没有到你。我不敢，没事。不是你就是这样往上飞就能打。你就刚才是对的，你 hold 住他。对，你可以这样。不，对，来。你别拦我！对呀。我真的不行，他没有解，老师他是真的没有解，他真的不行的。老师他不行的，他要这样他真的会傻。我们2个老人被。来。哎，来了啊！来，真实一点。来，去，准备去。OK，来 ready。
来，ready，来，go，来飞，1、2、3，就这样，就是这样。阿哥，可以了，好大力，很好，很好，没事，很好，学到一招哟。对对，哎，再回放给他们看，太好。对，这个好笑，就这个，是不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吧了。疼吗？你说呢？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当然知道。有生命危险的感觉吗？完全真实。我待会你打完他，你再上来的话，我会退到椅子那边，弯下来，你就打吧，但是你收一点力，你上来，拜托别起脚，起脚就变调了。你可以这么打，可以，别拿脚。然后我们翻过来准备拍朱孝天那个。来录！哎，你干嘛？好 ，cut。别抖啊！你摘。我真的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躲这个人躲得远远的，就是他靠近我就觉得我会遭殃。我以为他我想回家。再来一条。再来。真打呀！他打完自己问了一声：“真打呀？”假打过吗？我寻思别人打的呢。再来一条。你先笑完，这位老师，你别抖，你别抖啊！你别抖，先笑完。好，来，姿势准备，5、4、3、2、1，用。在座的病友们，有用过我们德国格瑞林的，请举一下手，让我们看一下好吗？哎，太好了，来，哎呀，来，这位阿婆啊，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用了我们的药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啊？我现在的身子啊，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真的太感谢张院士，感谢德国格瑞林啊！没事，不客气啊，坐，咱们坐啊，谢谢你的分享啊！看到各位病友康复啊，我真的是十分的欣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我们消灭了慢粒白血病。哎，怎么了？真的吗？哎，这边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收到了我们总公司的通知啊，今天在现场买药的病友，本来3000块的药，现在只要2000，只要2000啊！太好了，来，安排大家买药来。可真能忽悠啊！难怪能骗这么多人。就是他把假药卖给了教会里的病友。没办法，人家卖的便宜，病急乱投医了。我觉得他讲的蛮真的。真个屁呀！你是个傻子，这么快就被洗脑了？那怎么办？报警啊！哎，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坐下，回去不要排队了，快回去坐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有要分享是吧？来。好，谢谢啊。各位病友，大家好，我是一位神父。这个德国纳米格瑞林，跟这位张院士啊，都是骗子，他们都是假的。这个大娘也是个托。这不是
这位朋友，你这个话对不对？我们都是德国进口的，你怎么能说我们是假的呢？对不对？我教会里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张院士的药，现在全都住院了。哎，你冷静一下啊！你不要动我，真的，你们快把药放下，下地狱的。你这个你不能，你们一定会下地狱。哎，你们是谁呀？怎么跑来这你们闹呢？会下地狱。你管我干嘛？你这是骗子啊！哎，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讲？哎呀！死臭要放你！丫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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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假药的原来就是你呀！你这个骗子，会断子绝孙的，知道吗？他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35，10，你输了。聊早了啊，咱们再多聊会。你就没有了。你看，等一下，你们有件事跟大家说一下。认识大家呢，也是缘分一场。 你们都叫我姐，我也很感谢大家。但是这天下吧，没有不散的宴席。从明天开始，那个药我就不卖了。姐，你是不是喝多了？可不能开玩笑的。啥意思啊，姐？哦，我不卖，还是有其他人卖的，就是价钱有点贵，1万块钱一瓶。 但是我和他们讲了，你们几个3000块。谁卖了？张长林，张院士，他经验很丰富，卖了10几年了。说白了，这几年我没出事儿，都是我幸运。那个假药贩子害死多少人，你不知道？他那药就是普热西痛加了些面粉。 吃不死人的啊！你说是人话吗？他骗的是病人的钱，他害死了多少人，你知道的。他是会下地狱的。他给了你多少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知道卖假药要判多少年吗？小丫头，你知道吗？ 那你就把病人推给假药贩子吗？我推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药也没有断呀，是不是？啊，就是贵了一点，比4万块钱好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多少人连5000块钱的药都吃不起？你知道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他妈凭什么要知道啊？啊？ 我为什么要知道？我这个卖神油的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抓进去了，他们怎么办？说实话，我拼死拼活的把药从那印度背回来，你们全部都要感谢我。我为什么要管你？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我为什么要管你们呀？ 我谢谢你，祝你开一个更大的神油店。小黄毛，回来，小黄毛。谢谢姐。 喝多了，滚啊！
主会保佑你的。好医保，麻医保官方医疗险品牌。医保之外的大额医药费，它能报；先进医药覆盖广，它能让你放心用。有了麻医保、好医保，看病心里更有底，给家庭多一重保障。哎，1010，啊，太好了，我们正好搞一下剧本。好，来，我陪你。我是有老婆的人，有家室的人。这个时候精神状况整个已经失常了，你知道吗？啊，我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讲话没有野花香，但是我你要这样子才有喜感。正人君子跟变态对，切换我就想迅速切啊，他 ，OK，perfect。来，准备，3、2、1，开始。啊，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自然野花不如家花香，自然野花不如家花香。家花不如，对不起，家花不如野花香，对不起。野花不如家花香。对不起，对不起。说出心声。好，来。自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闻到野花心火火。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不能采。来。有点没有主心骨了，就是你的挣扎是有根的呀。就是你的脚步慌乱，但是你的这个心是有一根弦的，现在就感觉散了。你两个状态的转变不够，你现在左右只差0.5，我希望你左右起码差个2.5。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家花没有野花香，但野花闻完心花风，没有什么玩意儿，心发慌，我就改成心慌慌嘛，好不好？啊，心慌慌是要起来了，又劝自己一句，都说路边野花不要采。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是闻到野花心火火。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但不采，来。其实挺好的，其实挺好的。是吧？马上还差一个亲姑娘，让他赶他走了。她好淑女哦，她以后演一个淑女挺好的。这个角色还是有点距离啊，非常多的形体来帮她。你站在这看一眼啊，现在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依然是正着的，你知道吧？依然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强求的时候你可以立着，但是呢，其实你哀怨的时候还是真的，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次真的被拒绝了。但是被拒绝的时候呢，再看你一眼，我还是可以勾住你的魂。既然你都已经不那个什么了，那我就不强求了。这个时候就站起来了，送客。公子既然心中只有娇妻，那我也不必勉强。送客，好多了，眼神亮出来了，眼神情绪有了，辛苦了。不行，对呀。OK， 行，这个过了。老师好。吓死我了！老师对不起，吓死你了。刚刚老师说谁造型最搞笑，他就用谁。直接去抢吓人哦。好，反正杀人也好，嘉宾也好，反正抢到分就行。我必须抢一下，我又破了我的0，真紧张。美美不是啊，他现在很少那种说话的角色，我觉得让给他吧。我已经60分了。跑着都已经60分了，我都跑了好多龙套了，这是黄金龙套组啊！我到这儿赚点分，到那儿赚点分，到这儿赚点分，我赚的最后比你们还多，我一个人赚。我看看，来你转过来，我看看。挺像吓人，但我觉得他应该带个什么东西，更像。你这什么杀马特？他是不是杀马特卖的？那吧，我是一边的。不关我事啊，大姐。这就是当今艺术跟古代的碰撞。你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角色太好了，比主角我都想演。为啥？因为他们一直说朱美吉为了不扮丑，哦，对，所以我对这个角色的渴望程度比对主角渴望程度还要高，把我画成张飞。然后我这样说我是小野猫啊。李希啊，我感觉往鼻子上扎，咱俩必须得一会儿，不然别人会觉得咱俩真是傻子，这俩人是。我现在转战爹戏了。我现在就是一副很命苦的样子。还加点什么？哎，这脸上整一唇印呢。那你直接来呗。等会儿啊。哎呀，你把他打黑牛他来了。好。你已经成为我们无限穿越班已经连亲2个男人了，往我们短剧头部男女留绝亲的一个遍儿。嘿，这样好像不错。哎，真的很像外国人。阿拉登神丁。眉毛真改一个，他在逗我的胡子。太卷了，不行，我也来一个。你要来个啥的？我来胎记在脸上。卷起来了吗？可以做一点年龄感出来，就糟老头那种，你知道吗？常年酗酒。这已经不像本人了。哎呦我大哥呀！看你这个也太……又疯一个！你现在扫脸可以进去你的手机吗？我进不去，你试试看。进不去，我也进不去，忘记了自己。有消息。我170分，只有我一个零。我才40分。啊，我们是第4，我们排最后呢。最高的697呀！璇儿姐太厉害了，扣分了我。你也扣分了？我加了30分。呀，我加分了呀！明天得多争取一下。后面3个班分数很接近，也就20分，也就差个20。你看现在是2、3、4分值拉得很近，第1名是领先的。其实是因为大月加分了，不然咱们是最后一组。嗯，对。这次真的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真的是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圈。在自己的圈子里，你确实是玩儿；在新的一个圈子里，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哎，女。我反正我的那个临时那个戏我都接不上，我就主力去跑龙套。在跑龙套老多粉了，真的，你看，反正我就做一个龙套王。老师，老师，哎，老师好。
其实在想造型，也代表你们的喜感。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打扮都很不错嘛，都很有创意啊。所以4个在门口，8个在里面。门口那4个，谁是门口那4个？我一个。可以，老师，1个2个。仆人是吗？总有个女人做门口的。我可以啊。哦 ，OK， 好了，好。你们都去拍了？对，去吧。今天确实有点拼你，可以的。有点要发烧了，感觉。发烧了？哎，那你给那个谁现场要点药，让那谁，你跟 PD 说一下，让他给你拿点药。有点头痛。在等这位监制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不太行了，我觉得早都发飘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耽误到进度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很担心第2天的状态，真的很难受，就回去休息。浩江，你卷一下吧，我再画个。行，因为分数实在……我知道。对，没事。然后天豪又挂了，主要跟第一名差距大，我倒不怕，主要是跟第3名差距太小了。万一明天你说咱没选上，人家选上了，也很难。我想去拼导演的角色，明天。对，尽量都抢。对，我们都抢，谁上就算谁。对，好吧。对。老师，我们组的那个吴天豪，然后他生病了，他扛着受不了了啊，然后所以他演谁呢？他演就是上桌的，然后我就替他那个。好。对，因为他发烧有点太难受。叫他走了，对。叫他回去吧。好，辛苦了，老师。你要认真的跟我讲，你刚才觉得OK 吗？我真的觉得 OK 啊，真的觉得很棒，我真的觉得很棒，而且导演一微调你就改得过来。这才是你厉害的地方！哎呀，这果然是我们队长！终于有角色了！我们现在还差几十分，明天再有机会再弄一个主角，我们就可以。我觉得你触底反你可以13钗，你肯定可以搞定。我知道，你最13钗的那一钗。疯了，开始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零零发妻子生日当夜，外表柔弱的钱操可以登门造访，实则暗藏试探与接近的目的。零零发一面应付周旋，一面又难掩微妙的暧昧张力，最终携钱操离去。我们自己排一下。一开始是你们2个在前面，好，听到积怨，没事啊，对，然后你们2个就往后面出来吧。我昨天看见你去积怨呐，积怨没有，可以。平球啊！看，进来！水饼红了，哎，到你分完你可以加入他们3个人跳舞嘛 ？OK， 好不好 ？OK。水饼红加入你们的时候啊，前面的3个人可以这样。整齐的，说。是吧？好，来，没事，他没讲大话。5, 6, 7, 8。OK，看，
可以了，可以了。OK， 好，再20分不好挣。你们俩，来，西妍，你领出来，其他3个收。谢谢导演，谢谢各位，谢谢导演。来，我们进屋吧。先是拍他们反应的。对，拍他们听到去妓院的反应。3、2、1，开始。为何我前几日看到你去妓院？妓院？你说什么？我亲眼看到他去妓院。女儿，她有没有说谎？没有。看着，OK， 这个 OK， 不错。哇，刚才脸都抽了，脸都抽了。各位 OK， 好，那就下一场战。来叫新月。我在。说他是来要命的，是冷艳的。好香啊，老公，你闻到了吗？这位姑娘，请问你找哪一位啊？我是来买药的，请问这里有当归吗？有没有那么急啊？不能改天吗？我心爱的男人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买当归不过是图个意头，盼他当夜归来。那我建议姑娘还是买连翘吧，能连夜死翘翘。看，下来，太凶了，那还是有点凶是吧？对呀，永远保持微笑，所以很有信心的讲所有话都是笑着讲的。笑里藏刀，你一认真呢，你就输了。好。那我建议姑娘还是买连翘吧，能连夜死翘翘。夫人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呀。你也是，好像似曾相识呢。夫人，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也没准备什么，不如将这个小玩意送给你。你有没有搞错？没搞错啊！我说了你不找他，他就会来找你的吗？你开什么玩笑？你送我的东西哪舍得送给别人啊？来看，不错啊，这次好很多。好 ，OK， 这组过了，往下拍吧。终于来了。硕，你还在呢？对呀，我以为你都回去了。现在才到我哎。孩子这个状态就是不一样。啊，对，10个小时嘛。我觉得就我们可以演下人，我们现在就可以适合演这种小角色。准确来说是9个半小时吧。黄硕不能坐那儿吧？你穿的衣服是家丁的衣服吧？你起来吧。就是一直在旁边看啊，然后学习一下经验嘛，然后就一直在一种比较焦急的状态在等待吧。当时我在想，完了，我的帕子是不是被砍掉了？那等到啥时候啊？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导演，我想演里面那个下人。对啊，那你就演里面嘛。没有出来。好，然后确定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心慌了。终于到我了！你个狐狸精，我跟你拼了！别动！你要敢戳他，我就戳死你啊！你要敢戳我，我就敢戳他。我也敢戳他，不关我的事啊！大哥大姐，谁来劝劝他们啊？王硕，你这里入画呀，你不能说走上去等着被他戳，就是你还是得要过去拉架子，然后好吧，送人头。送人头。别动！要敢戳他，我就戳死你啊！你要敢戳我，我就敢戳他。戳他就戳他，我也来戳他。不关我事啊！大哥大姐，谁来管管他们啊 ？OK， cut， 这可以了。砸我脚了，砸我脚了。滑了。老弟真好身手。哎呀，滑了。
来，那个你们收工，谢谢。好，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辛苦了，下班。非常好，非常好。老师，对，辛苦了。好，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你们继续辛苦了，好好休息啊。好 ，OK， 拜拜。辛苦了，啊，辛苦，拜拜。你太想奶。辛苦了，辛苦了。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哇！也太美了吧！太漂亮了，哎呦！你们很会走哎。哎呦，哎呦！哇，好好看哦！对呀，多美啊！我们今天是一个13钗的戏景，今天其实真正台词的是4到6个吧？对，4到6个。我们这次也会有议员的返场。现在我们要欢迎试镜的议员胡嘉欣、江真宇、停牛正威和王宇歌。对呀，太漂亮了！我们看起来像是逃难过的，好吗？哇，状态好好啊，好漂亮，好漂亮，感觉像是大家闺秀哎，太美了！哟，害怕了，害怕了。今天呢，把他们请回来呢，因为他们确实也非常适合我们接下来这个剧目的潜质。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你试上了戏，不代表说你未来就能够一路平坦。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和机会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但是也请注意，他们的分数是不会计入任何一个班级的成绩的。即便这样，为了证明自己，他们也会拼尽全力。所以希望你们也一样。他们几个回来，我觉得其实对现在的几个学员来说，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压力。我们既然来返场了，就是来踢馆的，你们做好准备哦。我们已经身心受创了。我回来也是跟着踢的，小心一点。好温柔的挑战。话不多说了，我们戏里见吧。欢迎大家。压力、紧张，我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他们肯定就是能够驾驭这种身段，肯定会比我们更强。虽然他们的分数不会算到某一个班里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成绩，但是他们会挤压到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机会。4位得先入座，把那个状态带出来。今天那个状态一直都要在。13钗呢，讲的是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替女学生赴死的故事。本次13钗的小考会共选出1位女主角金钗玉墨，3位配角金钗，还有1位配角是女学生。然后剧本其实都已经发给大家了。你看完剧本之后，你对哪个角色的哪句话，你认为你能演出它，你就来演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选择，分为金钗组还是学生。
舒淇，你情绪上要把握一下。是的，振宇老师，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紧张。那好吧，要不我们来一个拍前的小考好不好？找找状态。这样吧，你打电话回家，但是你这个人呢，就跟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现在去打电话，是，来吧。喂，爸，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女儿，哎呦，挺好的，挺好的。哎，倒是你呀，天天拍戏累坏了不？没事儿，爸，我扛得住。哎，我看人家拍戏又是下水又是骑马的，挺危险啊，意外谁说得准啊？我早就在蚂蚁保上买好了意外险，工作和生活中很多意外都可以保障。要是真的受伤了，可以申请报销医疗费，您就别操心了。那就好，哎，但保险用不上才好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心吧，我先挂了。可以啊，很好啊，入戏挺快的。是的，感谢振宇老师。不过说真的啊，有时候呢，拍摄中有些扣碰碰啊，运动受伤啊是常见的，所以给自己准备一份意外险是有必要的。没错，蚂蚁保上的意外险覆盖范围很广，还有陪诊、护工等增值服务，有它在，安全感直接拉满。对，棒棒。其实这个我也挺可以，这个我觉得我也挺适合。平时三钗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我更想尝试学生的角色，而且我觉得他从前期到后期的反差和他心里的纠结、痛苦和他整个人的思想上的转变，绝不能让日本人再糟蹋我们的圣子哦。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我真正的切身去感受他和角色，所以我其实很想挑战。你要是那个，我是就找玉墨吧。我觉得玉墨是一个她虽然沦落于风尘，但是她心中却有傲骨的女生。要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谋名。她沉着稳定，然后勇敢，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从余音你开始。我选的是学生。你这个头发是谁做成这个样子的？我们都很潦草。好，来，你是个学生。这件衣服是新的，是神父让圣诞节穿的，就是袖子有点短，你试试吧，姐姐。那好像马上自然一点啊，演学生会。可能要把妆卸了会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像个腹黑的学生。对，能幻想他演学生可能。对，他眼睛都大了一点点的，不知道为什么。对。来，王哥哥，你想演哪一段？王哥哥是。王哥哥有点散光，所以他的眼睛会有点，你会觉得我不太上镜，有点下镜是吧？不是，是你的眼神不聚光，就是哎，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是对呀，为什么老对，我有时候有点开那个省电模式，然后就会这样。省电模式？对，就是省电，就是别用电量了。我平常看着就是困困的，我并没有注意眼睛管，就我平常就是那样睁的，我是这样子看。你就是总是看到一副很累的那个，知道吧？抓得很准。就是我平常是一个省电的状态，就为了一会儿有电要用，是吧？对。好，来，现在你有电要用了。我要是玉墨。来。哎，小妹妹，你们别胡闹了。这南京城里每天死那么多人，阎王都收不过来，你们在这瞎起什么哄啊？可以哦，省电变成闪电那个 fresh 啊！好，各位，谢谢。好可爱。以后你的外号就叫什么？省电格格，对吧？省电格，圣意格店，圣意格店了。我想是玉墨，钗，女1号，钗，钗。我觉得小日本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不就是图个快活？姐妹们都是干这行的，
就算我们去了，还能活着回来。红玲，你让那小女娃去了，他们就算回来了，还能活下去吗？你为了展示那个风云的，你一直转。其实你这个样子倒特别像，因为我以前演过很多的女土匪，女土匪，那2个女匪王我演过一个，我就觉得其实你就挺像那个回来了，就是那个那边山头上怎么着了？对那个，这个应该再妩媚一点。没事，那好，谢谢老师。我是玉墨。哦，不就是图个痛快吗？姐妹们都是做这行的，什么男人没见过啊？只要能活着回来，我们就能凑合着活下去。其实你的问题在于你演戏的气息和眼神和表情是断掉的。好，可以，但是太过，就还是在说台词。对。张真宇拆玉墨。这个会自然一点，你看，它就好了一点。要我说，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让世人们看看，也改改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其实他这个仪态也挺好的，走路就能传送一些所有机体的语言，前后的能传送多一点感情，大家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谢谢老师。来，红玲，我就是觉得不值，人家连厕所都不让你上，还保护人家，热脸贴冷屁股。没了。谢依宁啊，你真的要趁这个时间要把自己洗干净一点。洗干净。对。就你演的还是自己平时的样子，自己的样子，就眼神啊，那个状态啊。这样。人家连厕所都不让你上，还保护人家。别再这样，不要再有以往一丢丢的演技方法、表情，你是一个全新的谢依宁。好。因为人呐。肌肉都是那几条，但用惯那几条了，某一个心态来的那几条就先走。在创作人物了，我们要调配不同的肌肉。如果你看不起人，你就是这样；但看不起人，能不能另外一个肌肉，另外一个心态，不要再用我们旧的肌肉。你就是优雅的谢依宁，你是高尚的谢依宁。很平淡的冰雪女王的谢依宁，我们回去想一下，好不好？好，说得非常好。对，谢依宁的习惯是，而且你总这么表面的，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这个角色他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表演能够达到我们认知的这个要求，真的。给你信心，你放下一些，没事的。你看现在，如果这样的话会收获很，好美啊！对呀，是真的好美啊！对，现在不比刚才。你一定要留住你刚才那个状态，真的好美哦！好不好？真的。我想是红玲，红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接客都不晓得接了多少回了。小妹妹，这个钱帮我收好，姐姐还等着拿这个钱去输肾呢。还学了点那个，我是南京人啊，你是南京人，我是南京人。但是就是味道跟眼神差了一点。小妹妹，这个钱收好，姐姐还等着拿这个钱去赎肾嘞。这个味道没有呀？赎肾呢？哇！哎呀，就站着讲好，太好。就为什么不能绕着？哎呀，小妹妹呀，你看这样嘛，什么讲台词为什么不能动起来呢？算了，下一位。我是的，是红玲。红玲好。玉墨，我知道你瞧不上我，
我也不服你。算了，今天我就听你一回。依我看啊，姐妹们都去，既然别人那么瞧不上我们，那我们就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哎，好，可以啊，好。禽牛正威，小蚊子。啊，哦，小蚊子哈。啊。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喜欢那只猫，那天跑不见了。小妹妹，你答应我，替我找到它。你为什么讲话要那么甜呢？小蚊子应该那么甜吗？我讲话甜吗，老师？就是很书香世家的感觉啊。可以，但是也还是有点教养。好，谢谢你。好，好。老师，我试一下学生。这件衣服是新的，就是袖子有点短，你试试吧，姐姐。因为在南京，这个学生已经是很苦的，就没有那么阳光。这回我要给自己能挑一件挺直腰杆的事。小妹妹，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我想说，你让我看到的表演和这个戏没有关系。只要咱们还能活着，咱们就能凑合的活下去。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接客都不知道接多少回了。我们不是从台词出发，我们要从人物出发。我要那个性格，我要那个是个人物，我不是要一个情绪。太过戏剧化，你们永远都是把戏剧化。因为他们会想着说，我要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表现出一场戏的情绪，所以他就会总会带着这个情绪和任务来演一段儿。就先回去吧。好，谢谢老师。就所以慢慢学吧，没办法。谢谢老师。我们慢慢再来告诉你们，就人物是怎么找出来的啊。好难。我觉得任何的难点都在于他对人物的理解，对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的理解。那你能不能理解这个人？你不要去想这个是个角色，我在演角色。如果学生我好像见到余音没有那么想装小朋友，但又是一个刚才有刹那是好像是有一点点对。对。我觉得余音和新月，新月可能就是眼神里可以干净一些，但是不需要什么都用你的笑容去吸引别人。那比较来就是两个气质不一样的人哈。虽然剧本里差有很多，但是我们有重要戏份的差只有几位。我实话说，我觉得刚才看完了整个的试镜，嘉欣是吧？是合适的，傅嘉欣，江真宇也是合适的，有那种韵味在啊。王宇歌也可以，我觉得秦牛正威也是可以留下来，但是因为你太大家闺秀了，太书香门第了，这次再来一个群像戏，我希望你再突破一下。好。完了，真被踢馆成功了哟。然后呢，谢依霖、熊黛林，我觉得也有不一样的气质。然后朱美吉、刘大月留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吧。可以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一个会？在我心中，因为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角色，我是真的很想争取。肯定是压力大，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这个是第一个，就肯定是这个了。但是我们不能两个都留，我们只给他们一个。不，肯定这就是想给他们踢馆下去啊，拿到主要角色嘛。好忐忑，还不宣布。我觉得我需要跟刘涛老师来慎重商量一下结果。